现在风声这么紧，你怎么还约我见面呀？我这不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商量吗？网上那些事情啊，我已经知道了。亲爱的，这些天啊，我一直都在为你担心。潘伟森这个混蛋，没有为难你吧？潘伟森，他不是人，以他的年纪，都可以做赵真真的爹了，竟然和他搞在一起。有的时候，我想不如趁这个机会，干脆离开他算了。雅琴，你真这么想的？当然，我还能怎么想？他做出这种丑事，竟然还理直气壮的，我跟他过得还有什么劲？况且，他现在身败名裂，以后在省市、在商场上都难有作为。哎，他虽然现在一时没落，但是他现在毕竟还是沈氏集团的董事长。俗话说得好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这些年，潘伟森暗中转移了大笔的资金，我都看在眼里啊。他的实力和财力远远超乎你的想象。亲爱的，你这20几年的青春都浪费在这个老头子身上了，就这么走了，是不是太可惜了呀？我就是想到这些，所以才忍着。真要离婚的话，也不能便宜了赵真真那个小贱人。所以我想来想去，现在暂且忍着，等以后找到机会再说。志豪，我真的过得很辛苦。雅琴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我知道你苦，所以我们要更努力地挣钱。到时候我一定带着你远走高飞，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一起幸福的生活。我会永远爱你，永远在你身边保护你的。志豪，我现在只有你了。长青，你要的资料。长青，你让我调查赵真真的事，现在有消息了。赵真真肚子里的孩子没有了。什么？说是意外流产，是丁雅琴和潘伟森一起送去医院的。丁雅琴和潘伟森意外流产。这次赵真真意外流产并不简单。我要去见她。哎，不行不行，长青，你听我说，现在潘伟森看得特别紧，说是门口24小时全部都有保镖盯着，除了医务人员谁都不能接近。你想，如果你现在去的话，一定是打草惊蛇。他们提高了警惕的话，把赵真真再转移了，我们再找就难了。长青，阿姨，你们两个知道吗？我呀，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们，大事。这么神神秘秘的？哎呀，之前我不是叫人盯着丁雅琴吗？你不知道，自从那次之后，人家现在出门那是多小心吗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废话少说，你说重点。你们知道他在跟谁约会吗？谁？宋志豪。谁？宋志豪。怎么样？没想到吧？我也是想了很多办法，才弄到这些画面，拿到这些证据。你知道这有多不容易吗？说实话，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是他。丽佳啊，这一次你真的是立大功了。真是异想天开，竟想罢免我这个董事长，休想！我绝对不会在这个什么狗屁罢免书上签字，我才是沈氏的董事长，只要我不签字，董事会就无法正常召开。我看他们还有什么花招可耍。可是董事长，公司法规定，如果董事长在10日之内接到提议后不召开董事会的话，那将由副董事长代为召开。你滚！
敢不敢，我自己来啊。刘经理，哎，你说10天后的董事会会是什么样的结果？董事长的宝座会不会易主呢？这个我位微言轻，我没有资格发表言论。刘经理身为金融部的经理，怎么能算是位微言轻呢？不过10天以后金融部的经理姓不姓刘，那可就很难说了。我不明白沈小姐的意思。刘经理之前在金融部做手脚的事情，造成了公司很大的亏损。这件事情大家心里都清楚。如果潘伟森一失势，你觉得你还有可能继续在那个位置上待下去吗？如果这是公司的决定，我也只能遵从。潘伟森已经是一个日落西山的人了。一个人一旦没有了名声，做很多事情都会不顺利。刘经理不会还指望他吧？沈小姐，别绕弯子了，有话不妨直说吧。我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，供出主谋，将功赎罪。要么把所有的责任一个人扛，名声受损，失去工作，前途尽毁；要么你供出主谋，你只不过是一个无可奈何、听命行事的从犯，保住工作，依然可以得到手中的股票期权，而且能得到大家的理解。这么简单的选择题，我想刘经理应该不难做决定吧？来，我敬刘经理一杯。果然是虎父无犬女，沈小姐能在我们谈笑之间，就逼得我刘某人无路可退，真是佩服啊！看来以前我们小看了沈小姐了。刘经理，我不会再认潘伟森这个父亲。爸妈，常进来看你们了。叔叔阿姨好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了还来打扰你们。妈，常青还给你们带了礼物。我累了，去休息了。妈，哎呀，我也歇着去了。爸，没事，来，你在这里坐一下，我去跟他们谈一谈。你来的正好，坐吧，我们有话跟你谈。坐。妈，这件事情很快就会过去。常青已经宣布跟他的父亲脱离父女关系，以后他父亲做的任何事情都跟常青没有一点关系。可能吗？就算他们脱离了关系，他永远都是他父亲。人们只要一提到潘伟森，就会想到沈长清，这是一种污点。林浩，妈妈真的很难过，你真的要一意孤行吗？妈，常青是无辜的，
那是他的命不好。他有那样的父亲是他的错吗？你不能因为他父亲的错而否定他，这样对他不公平。这是他的命，我也会和别人一样同情他的身世。可是我的儿子要娶她为妻子，他的家庭背景这么复杂，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幸福？会不会伤害到你？我比别人更敏感。可是长青他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，你知道他没有错。是，他没有错，我们承受的压力活该。依我看，他的心机比他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他的计划这么周详，他肯定早就知道这一切。心机这么深的一个女孩子，在我儿子身边，我就感到害怕。林浩，这是我和你妈共同的看法。你喜欢他，总不能要求我们也喜欢吧？有危就有机，富贵从来都是险中求。把我手中的股份再转让10%。什么？10%？您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么大量转让，公司会受损失。我就是要让他有损失。等时候差不多了，我再出面拯救。这么做会不会太冒险啊？如果公司损失太严重，银行就会催款。现在我们公司还有很多项目等着银行的贷款呢，这样做会给公司造成更大的损失。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我在沈氏的位置。如果就这么让沈长青逐出董事会，以后想东山再起就难了。我就是要给大家一个教训，让大家都知道，沈氏一天都不能没有我潘伟森。是。哎，你看，潘伟森又开始转让股份了。我们要尽快的想办法，千万不能够让他得逞。李佳，我账户里面还有一些资金，分散买进，不能让他有所察觉。这账户里的资金没有多少了，这样撑不了多久的。能撑多久就撑多久，先控制局面，然后我再想办法。各位董事，为了稳定军心，公司决定出资回购股权。但是现在公司的资金储备不足，权衡之下，我决定先动用公积金。董事长，我不同意公司动用公积金，因为那是所有员工的保障。可是现在公司的情况紧急，稳定局面才是最重要的。等这个难关度过了，再把公积金填回去不就行了吗？好，下面我们举手表决，同意动用公积金的，请举手。好，通过。董事长，您这招可真绝，用公积金去购买之前抛出的股票，然后套取部分现金，再抛出去一部分，让沈氏的业绩持续的下滑。周而复始，不但能收回您之前抛售的股份，而且也会让大家对沈小姐失去信心。沈长青啊，毕竟还是嫩了点儿。董事长，不好了，银行催款，把我们的低息贷款也给停了，就连我们现在在谈的贷款也被停了。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赵小姐，这是给你的信。
护照和美金都在这里面了，那边都给你安排好了，你不用担心。以后不要再找董事长了，否则你知道后果。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文哥，你好，好久不见。文哥，我知道你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听说你正急着找一个人，我可以帮你。怎么了？心情不好？沈石最近业绩下滑，林浩，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？如果我不是急于报仇的话，说不定就不会给沈氏带来这么大的灾难。如果沈氏要是在我的手里毁了的话，那我怎么对得起我外公呢？长青，对不起，我什么都帮不了你。你千万别这么说，你帮我的已经太多太多了，而且我也知道，你为了我承受了很多压力，不顾一切的支持我，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。总算是停止下滑的趋势了。金瑞，你不是回深圳了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已经说服华雅的董事会，加大对沈氏的投资。现在沈氏的股价走低，正是抄底的好机会。华雅公司决定投入一大笔资金，等到价格合适就大量买进。金瑞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呢。你现在是不是感动得快哭了？是不是觉得这份恩情无有为报？你以身相许吧。想得美，做梦去吧。我跟你开玩笑呢，但是你生气的样子真的比较可爱。有病！董事长，不好了！又怎么了？您之前定下的计划并没有带来预想的结果。您转让的股权，让一些来历不明的机构和个人大量的收购。什么？到底是什么人干的？哎呀，快去给我回购啊！怎么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呢？哎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给我买进呐！再给我办砸了，直接给我滚蛋！是。喂，文哥。珍珍啊，宋志豪在我这儿借了不少，陆陆续续已经超过200万了。你确定他真的有钱还？文哥，
你相信我，宋志豪他一直都在骗你。文哥，这个你放心，你也可以去调查，他的那个情人啊，大有来头。这区区几百万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到时候可别忘了我的好啊。嗯，好吧。以丁雅琴的个性，她肯定不会为宋志豪还这么一大笔钱。到时候，丁雅琴，我要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什么？那么多钱？雅琴，你可不能不帮我呀！我要是还不上钱，他们要是到法院去告我，那我就完了。前2天，他们还给我打电话，给我下了最后通牒。要是我还不还钱的话，他们就要和我法院见。雅琴，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宋志豪，我给你那么多钱是为了让你去挥霍的吗？你说的好听，为了我们的将来，为了我们的幸福，你会尽心尽力。可这刚刚2个月的时间，你就赔进去几百万，我怎么劝你都不听，什么好话都跟你说尽了，你投资失败了，问我要钱，我没钱，我没钱。雅琴，我是为了我们以后想啊，我是真心实意的想让我们以后过得好一点。这次我错了，你就再原谅我一次，再帮我一把。我要是没钱还，我真的会被送进监狱的，雅琴，我求求你了，看在我们的情分上，你帮帮我。情分？你做事之前为什么不想想我们的情分？你现在跟我谈什么情分呢？雅琴，我求求你，你不能见死不救。就算我管你借的，借的，我的那些钱，是我辛辛苦苦攒下来，为了我的将来，我为了这些钱花了我大半辈子的时间，现在都被你毁了。雅琴，我求求你帮帮我，你这次一定要帮我，要不然我死定了。你一定有办法的，我求求你，雅琴，我求求你。我没钱。文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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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，文哥，文哥，这点事儿还烦您大老远跑一趟。这是我所有的钱了，剩下的我过些日子再还给您。我从大老远的地方跑过来，就这点钱，你当我是叫花子？今天必须还1半。文哥，我真的没钱，我真的没钱，文哥我。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你！等一下，文哥，能不能让我跟他单独谈谈？走。宋志豪，你没有钱，可是丁雅琴有钱啊，你怎么不跟她要呢？怎么是你啊？你不是出国了吗？唉，你就别管我怎么来的了，你还是先想想你自己吧。怎么，丁雅琴她不要你了吗？那个无情无义的女人，她哪会帮我呀？你要是真的想还钱的话，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救你。沈小姐，你好。喂，请用，谢谢。沈小姐，
你知道吗？林浩从小到大就想成为一名世界级的外科大夫。他本来有一个出国的机会，可以师从纽约最著名的外科圣手罗伯特大夫。可就是因为你，他放弃了这个难得的机会。你还是影响了他的前途。我了解我的儿子，你能让他这样对待你，自然有你的长处。可我实话告诉你，我不喜欢你。我能问一下，为什么吗？不是因为你是商人而心存芥蒂，也不是因为你们家的丑闻令我们难堪，而是因为你根本就不可能给林浩带来幸福。婚姻和爱情都是相互的，当我儿子给你做出牺牲的时候，你做什么了？你不顾一切的行为，搞出了这么大的丑闻，你有没有考虑到我们家的影响？当你一意孤行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考虑到林浩的压力？我和林浩已经冷战2个月了。他是个孝顺的孩子，他这么做，心里一定很难过。可是就是因为你们的爱情，我们应该承受这些吗？不是这样的。我知道，你在林浩心中的地位是第一的。可是，在你的心里，林浩远不及你报仇来的重要。你明明知道丑闻被披露出来以后有什么样的后果，可是你还是选择这么做了。其实，那个时候，你已经放弃林浩。我很同情你的遭遇，任谁被如此伤害之后都不会善罢甘休。可是你要知道，你的行为所带来的丑闻，就已经决定你不再适合我们家了，不再适合林浩。你既要得到报仇的痛快，又要得到林浩的温情，你也太自私了。鱼和熊掌是不可能兼得的。你们现在还年轻，把爱情看得太重要。5年、10年以后，你们会怀疑爱情在生活中并不那么重要。林浩今天所做的一切，你就保证他不会后悔吗？阿姨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知道你是个通情达理的人。我之所以做这个决定，并不是我没有信心。相反，不管是过去5年、10年、20年，甚至更长的时间，我和林浩都不会为自己的选择而后悔。你说的没错，既然我选择了反击，那么就要承受随之而来所有的后果。既然你说什么都不会接受我，那么我是不会让林浩为难的。你明白就好。其实你说的这些，我不是不懂，
是我太贪心了。林浩的感情和理想对于我来说都很重要，你让我怎么选择呢？我和林浩一直也在努力，可是我们之间好像根本就没有这个平衡点。人生会面临很多选择题，可是有一些题目，原来根本就没有答案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我放弃好了。长青，长青，这里这么冷，刮的风又这么凉，你又坐在石台上，一个女孩子家的，你不怕受凉吗？怎么了？长青，你怎么了？这次我跟林浩真的要结束了。什么？不是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？他妈妈说的没有错，我不可以太贪心，既想要得到报酬的痛快，又要留住林浩的温暖。他妈妈去找过你了，怎么能把责任全部都推在你身上呢？这样也太不公平了吧！李佳，他妈妈是不可能接受我的，我又不可能放弃为我父母讨回公道。如果我们不分手的话，林浩只会受到更多的折磨，受到更多的伤害。我们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人，他是那么正直善良，而我却是一只脚踩在黑暗里。如果我们勉强在一起的话，是不会有好结果的。林浩，他知不知道他妈妈来找过你啊？我不打算告诉他。为什么呀？既然已经做了决定，又何必让他和他的家人发生矛盾呢？其实我们两个根本就不应该开始的，是我太自私，我忽略了他一直以来的感受。这不是你的错，你不要总怪自己啊！长青，林浩。如果要不是因为我，或许你现在早就出国深造了。出国的机会很多呀，是我自己不想去的。再说了，干嘛非要出国？到哪儿不能深造啊？我就不相信我们医院的技术比国外要差多少。你的家人一定会怪我拖累你，所以才会害你失去这么好的机会。怎么会呢？我家人都特别喜欢你。虽然那天我妈的态度是有点不好，可是后来我跟她解释过了，她现在特别能够理解你。还有我爷爷，你送给他的礼物，他特别喜欢。你明明撑得很辛苦，还要哄我开心，我怎么忍心再让你夹在中间？怎么了？
然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去看望一下爷爷吧。爷爷说他要去旅游，过几天才能回来呢。那没关系，你爸爸妈妈应该在家吧？你不是说你妈妈已经接受我了吗？我想好好跟她沟通一下。我妈她最近单位挺忙的，好像她过几天也要出差。长青，我发誓，等我妈回来以后，我马上安排你们见面，好不好？保证？你拿什么保证？实话告诉我，是不是因为我家的事情，你父母不同意我跟你交往？怎么会呢？长青，你想多了。你知道你最不擅长的是什么吗？是撒谎。说什么你爷爷出去旅游了，你妈妈出差去了。你以为我是3岁小孩啊？长青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，只是他们还不能完全理解你。不过你放心，等过段时间事情淡化了，我一定好好劝劝他们，我保证，我一定会让他们同意我们在一起的。你拿什么保证？我就是不明白了，他们有什么不理解的？他们明明知道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，我只是想讨回公道，这难道有错吗？再说了，我没有去偷，也没有去抢，我只是公布了事情的真相，让大家知道他们的罪行，这有什么不能理解的？难道见我一面都不可以吗？长青，对不起，我知道这件事情不能完全说是你错了，你有你的苦衷，可是你也应该体谅一下我的家人，他们已经习惯了简单的生活。简单的生活？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生活复杂了？我的生活复杂，所以就会拖累你；我的生活复杂，所以就不配嫁进你们林家。嫁给你就必须要放弃一切，放弃我的生活，放弃我的复杂，放弃我的理想，是这样的吧？长青，你怎么了？你冷静一点。我很冷静。没有人让你放弃你拿回自己东西的权利。可是不管怎么说，在别人看来，潘伟森始终是你名义上的父亲。他不是，他不配。长青，你不要这么激动。我激动了吗？长青，我知道你很恨潘伟森，可是我父母的反应完全在情理之中啊，你不能完全怪他们啊。不怪他们，不怪他们，难道怪我吗？事情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是我一意孤行造成的吗？我当初不是跟你说过，我们两个不合适，我是绝对要讨回公道的。可是你说没关系，只要我愿意做的事情，你都让我去做。可是现在呢？现在你父母不同意，你又说他们的反应在情理之中，你到底是站哪一边的？长青，现在不是我站在哪一边的问题，我是在跟你讲道理。是你讲道理，我不讲道理，我蛮不讲理，怎么样？可以了吗？长青，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长青，有些事情不能操之过急，得慢慢来。你相信我，只要我们坚持不放弃，他们就一定能够体谅我们的。坚持？要坚持到什么时候？我已经受够了，我不想再坚持了。而且我不喜欢别人对我的事情指指点点，还有他们愿意接受就接受，不愿意接受就拉倒。我是绝对不会勉强的。我沈长青从来都不是看别人脸色长大的。长青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没有人给你脸色看，
你为什么非要这么不依不饶呢？看到了吗，林浩？在我和你的家人之间，你还是会选择他们。我只不过是发2句牢骚而已，你就受不了了。这就是你对我的爱吗，林浩？我们2个不合适，我们分手吧。